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刀塔二》新手决视频啊！咱们今天来讲一个新英雄吧啊，克林克兹这个英雄应该好久都没讲过了。然后呢，可能有一些新手朋友就问了啊，这个看完了这次 TI 也没见几次这个小骷髅出场嘛，那是不是小骷髅这个英雄他不厉害呀？哎，不是这样的。其实我在很多期视频中都反复的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是大家不要把职业比赛和路人局，尤其是低端路人局的比赛混为一谈。在职业比赛里面，每一个人都严格的什么各司其职，对吧？尽可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并且呢打得非常团结，非常的有章法。但是在低端路人局中，大家打的都非常随性，各打各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也就是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哎，叫做隐身等于无敌，哎，克林克斯这个英雄就是一个标准的隐身系的，算是刺客型的这种英雄吧，他可能在职业比赛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发挥点，但是在路人比赛局中啊，会非常非常的厉害啊，尤其是低端路人局中，那是相当的猛烈啊。咱们今天就通过这期视频，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克林克兹这个英雄的用法。刀塔2出现卡顿，延迟高，推荐使用藤油加速器，时长可暂停，加速延迟低，热门游戏均支持加速国服，可免费使用，充值划算68，相当于开了张年卡。右下角 CDK 输入强哥有53小时体验时长。好的，咱们来看一下小骷髅这个英雄啊，这个英雄呢，其实初始属性非常的一般啊，非常的烂，是吧？47点的攻击力很低啊，290的移速非常的慢，494的血量非常的脆，哎，就是攻低移速慢，血量脆，是吧？然后4点的护甲还行，600的攻击距离，哎，不错，挺优秀的。成长2.0、2.5、2.2，成长也比较中庸啊，然后没有关系啊，他的技能一定是猛的，对吧？也这么垃圾的初始属性，技能一定是厉害的。好，咱们来看技能。技能咱们先讲2、3、4，最后再讲1技能，好吧？因为1技能是一个 buff 性的技能，是增强其他技能的啊。好，咱们来先看一下小骷髅平 A 的时候，你看，先看平 A 啊，是一个木箭，对吧？射出去一根木箭射到敌人身上。但是呢，如果咱们有了2技能焦油炸弹之后呢，它就会选择一个目标，哎，选择一个目标，然后泼上去一泼焦油，站在焦油内的敌人，首先它有一个移动速度的减缓，并且呢，小骷髅在攻击它的时候，你看变成火箭了，对吧？很明显。变成火箭了，然后这个火箭就是附加额外伤害，并且敌人被减速，并且泼中油的敌人也会受到一个瞬间伤害。咱们来看一下数值啊，数值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焦油持续5秒，然后额外伤害是15、45，也就是那个火箭附加额外45点伤害，然后移速减缓满级是25%，然后击中伤害1级40，满级100，就是一个100点的瞬间爆发。这个技能最优秀的地方是那个 CD 很短，只有4秒的 CD， 但是它持续5秒，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满级之后。啊，它是可以一直放的，比如说咱们7级现在血满了，好泼油平 A， 你看3、2、1，这个技能油刚一结束，对吧？这个技能又好了，可以继续泼，所以它可以在满级之后，针对敌方一个单个英雄，一直保持他的脚下是有这个焦油的，并且这个焦油的施法距离非常的远啊，你不要担心你放不出去啊，扔不中，你可以一直用这个技能去泼它，让它减速，你可以一直追击的去 A 它，哎，就是这么一个技能，并且呢，这个技能是一个 AOE 嘛，就是它是这样子的。你在泼，比如说我泼这个傀儡的时候，哎，这个沉默术士是不受伤害的，但是只要他站在焦油里面，他就会受到一个这个额外的火箭效果。咱们来看，哎，对，只要他站在里面就会有一个额外效果，并且出去了，他身上也有一个这个残留的大概2秒钟左右吧，啊，2秒钟左右的这么一个残留效果。你去 A 他的话，依旧有火箭，但是呢，只有主目标啊，只有主目标会受到一个这个100的额外伤害的这么一个击中伤害啊，就是这么一个焦油炸弹的技能。好，咱们来看一下3技能，3技能是这个死亡契约，哎，这是不是叫死亡契约？来出兵啊，然后死亡契约 ，OK， 这个技能干嘛？就简单说吃，哎，就是吃，它可以吃掉一个小兵，但是咱们来看一下，现在是1级啊，我吃远程兵，他说吃不了，但是我吃近战兵就吃掉了，并且吃掉近战兵的时候呢，原地会留下一个骷髅，啊，原地会留下，再看一下。原地会留下一个骷髅，这个骷髅呢拥有跟我一样的攻击距离600的攻击距离，然后它会自动的攻击离它最近的这个敌方单位。但是呢，如果这个时候呢，我用焦油炸弹泼了，哎，你看这小骷髅立刻就转火了，对吧？立刻它就从攻击它附近的单位直接转火成被焦油炸弹击中的目标，并且攻击变成火箭。一开始你看现在开始啊，一开始它是什么木箭，对吧？它是木箭。如果焦油炸弹泼了它了，立刻小骷髅跟我都变成火箭了。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技能，来咱们看一下效果。首先呢，这个技能的能量点数1122，也就是说12级的时候它只有1个点，从3级开始能同时拥有2个这个点数啊。然后充能时间是40秒，
然后持续时间是45秒的小骷髅，然后额外生命值就是说这个骷髅的这个就是啊，并且它可以回血，咱们来看一下，我被这个沉默术士打掉了很多血了，对吧？我可以靠这个东西吃，一下抬起很高的血量。如果之后呢，咱们拥有一个高等级的这个，比如再吃个远程兵，你看有很明显的这么一个回血的这么一个样子，就是它既能够保证吃掉的小兵变成骷髅，同时呢也能够给小骷髅自己回血，但是它最多只能保持这个技能出一个骷髅，就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一个骷髅了，我一吃只是保持这个骷髅的位置刷新。并不能说同时吃出2个骷髅，并且呢，它也能骷髅吃骷髅，就是我可以吃我的自己的骷髅，也不能保证这个骷髅产生一个额外的骷髅，只是原地的这个骷髅的持续时间和血量进行一个刷新而已，也就是说这个技能最多能保持1个骷髅，而且会给自己回血。然后呢，骷髅弓箭手可以攻击周围的目标，它会自动的攻击被焦油泼中的单位直接转火，也可以攻击防御塔。不过攻击防御塔的时候会那个减少25%的这么一个伤害。好，刚才说为什么不能吃这个近战兵和只能吃不能吃远程兵，只能吃近战兵呢？因为这个现在这个游戏中野怪跟小兵它都有一个等级限制，就是等级就像近战兵它是4级单位，远程兵它是什么5、6级单位，是高级单位。然后你像野怪里面的什么小狗头人就是4级单位，大野像那个什么大红熊什么的销售它就是6级单位所以说它一开始只能吃低等级的单位，但是从3级开始它就基本上就是什么都能吃了。所以说这个技能从3级开始的性价比是最高的。第一，它对线的时候它能用这个技能来补刀，对吧？保证你能吃到那个很重要的单位。第二，它可以用来配合这个焦油炸弹来耗那个线上的血量，因为这个小骷髅它自己带的这个额外的攻击力也是一样的，45点攻击力，它可以把敌人驱赶出去第三就是能打野嘛。只要这个技能 CD 好了，我可以用来吃野来给自己回血因为这个回血吃的单位这个血量多的话，回的血量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说它既能打野又能给自己回血，算是线上的一个续航，也能够补刀也能够蹭敌人的血量，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咱们来现在看，我等到升到3级了，我就可以直接吃远程兵了对，就是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它的这个吃兵的或者吃野怪的等级是根据这个技能等级来定的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死亡契约技能，集合了续航打野是吧，线上消耗。回血量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很全面的技能。好，看下大招孤影步，首先隐身然后它这个技能加的移速非常的快然后那个25、45、55的移速，也就是为什么基础移速很慢了。你看一开始裸装直接一开362，如果有了假腿的话直接就是418的这么一个移速了。所以说小骷髅在有了大招之后的这个移速非常快，并且呢，它破隐的时候会在身边产生2个小骷髅，会产生2个小骷髅。随着等级的提升，到满级之后呢，它这个技能就能提升55%的移速，并且 CD 只有18秒，而持续时间有45秒。所以说这个技能基本上好了就用的只要你要打架好了就用，因为 CD 绝对够。然后好了以后呢，你再开，然后呢这个技能是不是 CD 又好了？咱们来看一下，你可以卡这个技能 CD 嘛，并且满了以后有4个骷髅弓箭手的初始量，你看是不是4个？这时候 CD 是不是又好了？我再开。再来 A， 哇，就瞬间就不会有8个，瞬间还是有4个。它跟那个3技能的这个机制是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它就是首先它不可能刷新额外的骷髅弓箭手，所以说你不可能出现什么8个再吃2个单位变成10个骷髅弓箭手同时扫射，这是出现不了的。所以说不要想着卡 CD 去 A 敌人能出现10个骷髅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它最多只能有4个骷髅，它写着了骷髅弓箭手的数量是2、3、4，这个是恒定的恒定的。但是呢，它能保证你在每一波团战的时候都能够有大招就是每一波团战基本上都有大，因为它 CD 短嘛，持续时间长然后移动速度很快。你看到满级的时候，一开大招直接519、520的这么移速了，就是直接是跑得非常快就它不缺移速的，就是这么一个技能然后咱们注意一个细节，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说是小骷髅的攻击距离，尤其是600，对不对？所以很多新手他在 A 人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开启大招之后呢，直接是。平 A 就是用右键或者是用左键加 A 键 A 上去的，那这会出现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是什么？咱们来看一下效果好，然后你看这2个骷髅，由于跟我一样都是600码的射程，那它就 A 不到这个沉默了，对不对？我自己是600也就是说我刚刚能 A 到这2个小骷髅 A 不到，也就是说只有1个骷髅能 A 到，对方往后走1步，就是这3个骷髅就永远 A 不到它了。所以说这个习惯是错的，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是贴近他的身位贴近他，然后用焦油炸弹直接起手破隐
啊，然后这时候瞬间4个骷髅，包括我自己都有了这个焦油炸弹的这么一个额外的增伤，并且他自己还会减速，他就能吃到超级多的这么一个伤害了。甚至是什么，你开着大招在他撤退的路径上啊，卡他前身位，对吧？卡他前身位，直接这么破引，这是他家，他得这么往回跑，他只能被迫的什么？后退，这么时候又怎么走回到我方阵营之中了啊？就会被我们暴打一顿，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他这个技能破引的时候，一定要贴近他啊，一定要贴近他破引，保证骷髅能一直 A 很多下很多次啊，然后用焦油炸弹直接起手破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啊，很重要的细节。好，然后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就是用大招期间内，这个用死亡契约是不破引的啊，不破引的。比如说他在这儿。我直接先吃一个啊，先吃一个是吧？然后再来啊，直接是5个骷髅可以进行一个齐射。吃的时候是不破引，所以说你掉血了，你完全可以在那个开着大招路过一些野怪吃个大野，然后再去打架，对吧？这个时候血量是满的，这都是合理的啊，合理的非常好啊。然后咱们来看1技能扫射，扫射是个 buff 技能，它可以给自己就小骷髅自己跟小骷髅的这个招了骷髅兵啊，都可以增加一个攻击距离跟攻速，攻击距离加的是恒定的200，然后攻速加成1级100，满级220。小骷髅就是招到这个骷髅弓箭兵，哎，它只能获得65%的攻速加成，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能让自己跟这个骷髅弓箭兵，第一拥有超远射程，那超远射程它是不是又得往前走很多步才能够彻底的逃脱这个骷髅兵的这个追击范围，对吧？第二呢，在这个瞬间内是一个爆发技能，直接我自己加220的攻速，220的攻速，那这是个什么概念？来看一下这个银月之精啊，银月之精才加140，你们明白了吧？银月之精才加140，我直接加220，就直接瞬间拉满了，拉爆了，然后那个配合所有的小骷髅，然后直接就能把对方进行一轮起火，这个攻击那个威力是很可怕的。比如说我靠近他啊，交由起手开大招，然后他这。对吧？就这种感觉，瞬间就能把一个脆皮直接秒掉，因为现在我是裸装嘛，他还30级，对吧？就瞬间能把一个脆皮秒掉，所以这个爆发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技能，它能够让小骷髅跟他的骷髅兵 A 的更远，那也就是说 A 更多下，并且呢攻速非常的快啊，配合这个焦油，配合大招啊，能打出非常多的伤害。好，来看一下那个魔晶跟 A 杖。魔晶是多了一个额外的技能，叫做炽烈火雨，这是老版的小骷髅的大招吧，还是什么1技能？那这个小骷髅改的技能改了好多了，咱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它身上是有焦油炸弹的 buff 的，也就是说是你在这个过程之中能够发射6枚弓箭啊，每枚箭的伤害是75%的这么一个伤害，然后2秒钟啊射6箭，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你就相当于那个敌人就相当于受到了焦油炸弹的效果，就是你打敌人的时候是自动承受焦油炸弹，并不需要什么先放焦油炸弹再射，这个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它并不会受到双重焦油炸弹的这么一个样子。这个技能有什么用呢？就首先它是一个小骷髅打前技能，就比如说小骷髅身上有什么暗灭呀，什么水晶剑大炮啊之类的这种道具，对吧？这个炽烈火雨是可以自动触发的，但是小骷髅它不会触发。就比如说骷髅兵，啊，你看骷髅兵它是不会触发这个暗灭和大炮的这么一个效果，因为它不是小骷髅自身嘛。但小骷髅自己去 A 它的话，它是有这个暗灭效果的。但是这个炽烈火雨啊，它是能够附加这个攻击特效的，像什么雷锤啊、减甲呀、减速啊都是可以的。比如咱们再来个小减甲球，好，咱们来看一下。你看他身上是不是一下这个该有的 buff 都有了？也就是说是它是可以附加攻击特效的。所以说有一些小骷髅他甚至喜欢出一些雷锤，然后补魔晶去刷钱，哎，这种感觉。当然只是说一下，因为它是可以刷钱的。比如说队友拉了一堆远古，你站在这个远古跟前，对吧？然后用这个炽烈火力触，然后就这么刷，可以一下子打一轮爆发，让这个远古瞬间被你清完啊，算是一个刷钱效果。但是说实话，在实战之中，这个炽烈火雨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用啊，并不是特别的好用。因为首先我们在游戏的过程中输出是怎么输出，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一样，我先找到对方的脆皮后排酱油，对吧？然后直接呢找到他之后呢，焦油炸弹起手，直接开1技能，然后我自己就要追着平 A， 因为这个时候呢有3.5秒钟的时间，我是加220的攻速的，我不可能说什么我为了放一个魔晶的技能，我把这3.5秒220攻速的黄金时间给浪费掉，对吧？不可能，我只能追着他 A。但是在这段时间内，你打脆皮不可能站在这么大一堆骷髅加你自己的这个220的攻速加成下跟你对 A 吧，他肯定都是跑的。于是乎你们俩会拉出距离，然后在之后的过程中呢，你会进行一个2次追击，是吧？因为他跑出范围了嘛，因为你这个大招 CD 肯定又好了，因为刚才说了，大招有了就开，然后再追击的过程中呢，再就有打第2波。
基本上打团战的时候，就是打人一波就打死了，打不死一波就是第二波。这个技能又由于是一个线性的，敌人稍微扭个屁股，你看这就打不到了啊，就扭个屁股就打不到了。所以说，这个技能在实战之中对于敌人的伤害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除非是什么你要打前排，然后。打前排的话，就是直接配合队友的控制，队友控到人了啊，然后你用个炽烈火雨去打一轮输出。但是说实话，实际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它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刷钱技能，队友拉一堆野，你可以靠它刷野啊。所以说我并不推荐大家早出或者着急出，我并不推荐啊。好吧，来咱看一下其他的技能。然后这个 A 杖的效果是多了一个额外的技能，叫烈焰之君啊。然后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个初始地点，然后选择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上哗会召唤出5个骷髅，然后再配合这个大招，一下就9个骷髅啊，再配合一个吃啊，终于有10个骷髅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泼油。10个骷髅啊，可以同时获得攻速加成跟一个骑射啊，对这个一个单位进行一个尽情的火力输出，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输出技能。但是它这个技能东西有点贵啊，小骷髅其实自身打钱并没有那么的快，它算是一个半抓人打架半刷钱的这么一个大哥，4200对于他来说有点昂贵了。而他自身他由于要配合这个扫射3.5秒钟这个爆发，所以他一般来说会出一些能够增加自身攻击力的这么一个装备，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了220的攻速加成之后，攻击力的这么一个提升肯定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我有了攻速，攻击力的收益肯定就很高。就是你像暗面呀、大炮啊这种装备，其实对他来说收益会非常的高的。因此 A 杖并不是在前中期就会考虑的一个道具，但是在中后期了，这个 A 杖的表现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所以它比较鸡肋，算是一个4号位骷髅弓箭手喜欢出的。就像这个魔镜 A 杖吧，其实4号位出比较不错，大哥出的话略显鸡肋，还是出自己的平 A 装比较好。魔镜就靠魔方白嫖吧 ，A 杖就靠入山白嫖吧。我推荐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有点略显鸡肋了啊。好，这是魔晶跟 A 杖的这么一个效果，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骷髅的技能加点和出装啊。技能加点其实比较固定，在对线的时候呢，你一级学这个焦炸弹去补兵去 A 人也行，但是我推荐去学这个死亡契约，因为这个死亡契约其实小骷髅一级很难补到兵，就真的是很难补到兵啊。这个死亡契约能保证你就说是第一对线的时候能够稳定的吃掉一个兵啊，并且呢靠这个小骷髅配合你的平 A 也能把敌人赶跑啊什么的，然后让你补兵啊。然后呢2级的时候，因为这个加了15点攻击力，你1级就是40，对吧？加起来也就是50来点攻击力，其实区别没有那么的大啊，没有那么的大。然后1级学个死亡契约，2级学焦炸弹，3级再学个焦炸弹吧，然后就是能够保证你再用这个25点的这个攻击力的这个额外加成就比较不错了，是吧？就可以附加比较高的这个攻击力去补兵啊。然后4级5级学2级死亡契约，因为刚才说了3级的死亡契约的这个性价比跟收益是最高的，再往后它这个收益就会越来越不是，就是一开始1、2级的时候收益不高，3级的时候是最高的，而并且它对线的时候能够帮助你回血打野啊，收益非常的好，所以说一般来说这个技能加3级就够了。好，6级的时候加个大招，然后呢之后呢7级的时候加一个扫射，配合你的大招和这个焦炸弹去打输出，之后就可以附焦炸弹，比如说附就是把焦炸弹先点满，再把扫射点满，最后点1级死亡契约啊，就是这么一个技能。当然中间是有大加大的，这是它的一个对线的逻辑。在对线的时候，先3级死亡契约，保证这个技能的效果的最大化，保证你一个混线是吧？能够站住线。然后呢，这个2级焦炸弹，1级大招，然后7级的时候点1级扫射是吧？然后最后把这个焦炸弹优先点满，然后扫射点满，由大加大，最后再点1级这个死亡契约就 OK 了。好，然后咱们看天赋啊。天赋的话，古影不冷却跟焦炸弹额外攻击伤害点，这个它的攻击平 A 就变成60了，然后你自己跟小骷髅都有额外的60的这么一个平 A 额外伤害，就很厉害。好，死亡契约能量点数从2点变成3点，改变并不大啊。然后吸住攻击距离非常重要，它可以让自己跟那个小骷髅的攻击距离变得很远。2级的话，死亡契约加300额外生命跟这个440攻速扫射加这个，反正作为大哥嘛，尽量的把天赋和装备出的偏更加输出向一些啊，然后好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就能变成260的攻速了。25级8秒扫射冷却，这个15秒减8秒，跟焦炸弹齐射，然后就说是就什么概念？你看它上面写的，它能够不是点错了。
它能够让被胶覆盖的敌人啊，向骷髅宫随即再射出一箭，也就是说它是能够射的漫天飞雨的这种感觉。咱们来看效果啊，好，然后开胶炸弹啊，你看。它就可以同时攻击所有的这个范围内的目标了，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群体输出型的技能。反正就是一个是打群体 AOE 的，一个是打单体扫射的。因为扫射的话就是说对一个单体秒嘛，然后这个是一个变成 AOE 的技能，加左侧右侧都可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输出天赋。具体的情况看那个具体的加点看情况吧，就是你们觉得缺 AOE 也好，缺这个单体也好，都可以加25级天赋，都是好天赋。好，看下装备的话其实较为固定啊，我推荐的就是首先鞋子推荐出假腿，然后对线的时候多买点属性装啊，对线的时候多买点属性，因为它确实前期太缺属性了。好，然后呢，第一件装备先出个这个猎鹰战刃，因为小骷髅自己淬对吧，缺回蓝，它其实每一个技能都是频繁释放的，淬缺回蓝，所以说猎鹰战刃的这个回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前期对线的时候也可以带个这个减甲球啊。这个减甲球的话，首先它减甲，它自身都是物理伤害嘛。这个胶炸弹物理伤害就是平 A 的附加的伤害是物理，小骷髅附加也是物理。所以说这个枯萎之石可以极大的增加它的输出，然后把它直接合成暗灭。有了暗灭了，小骷髅去追人啊杀人就非常非常厉害了。然后有了暗灭了，咱们就说暗灭配什么最厉害？那肯定是水晶剑变成大炮了，对吧？就水晶剑变大炮。因为这个敌人甲低了啊，然后你的这个爆发啊，物理爆发肯定会变高，暗灭大炮绝配，对吧？然后再接下来啊，就是 BKB 我也是推荐的，因为什么 BKB 呢？因为你要保证你在这个隐身破银一击之后呢，这个3.5秒钟之内是没有任何人能干扰你的，并且呢，这个3.5秒钟结束了，你在第二次孤影步追击第2轮的时候，一定能把一个你要盯的人直接盯死啊！就是 BKB 它最低也有6秒钟时间，也就是能保证你破银一击出来，对吧？啊，这个机会，然后打满，然后再开大招去打第2轮啊，然后这个时候能把一个人直接单杀掉，这个有了 BKB 没有人能干扰你，这是非常重要的。好 ，BKB 之后呢，最后的装备其实看情况出，如果你要杀的这个敌人啊。如果你要杀这个敌人非常灵活，就比如说他是什么风行啊、帕克呀之类的英雄，有这种英雄，那么出紫苑也是可以的啊，出紫苑也是可以的，它能够保证你就是这个暗灭大炮、紫苑这几个装备都是看情况，对面比较憨、比较笨重，你出暗灭大炮很好；对面比较灵活，你出紫苑比较好，能够保证他走不了，对吧？紫苑在后期还可以合成这个血级，血级的话，还可以降低对方的伤害，是吧？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好，然后咱们说，最后你把这个猎鹰战刃再卖了以后，你看你的情况嘛。如果你缺输出了，你补个什么蝴蝶，就要补个蝴蝶之类的道具也不错。如果是就说是对方的那个回血特别的多，对吧？有回血哥，你补个冰眼也可以。反正就是前期的话，这种暗灭大炮、紫苑、BKB 这几件装备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啊，都是非常喜欢的。然后最后1-2件装备看情况，根据对方的阵容来选择一个最适合这场比赛的一个装备就可以了。好，小骷髅的这么一个讲解就到这里，接下来咱们看实战这个英雄到底是怎么玩的。